做出自由的模型 TC Go 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案分享。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由 Toys Alice 以下简称 TA 出品的《幻谷战记》系列密银雄鹰军团半人马幻谷骑士。本款模型的现货价格在300元左右。核桃峰会就是这种大战冲锋的状态刻画的还是比较不错。周围就是一些产品介绍和相关的说明了。产品内容物包括说明书、人物主体、摩托机车、一把尺寸很大的长枪、替换单人手以及一些其他配件。人物主体的高度在6厘米左右，涂装方面主要集中在了头部、肩甲、胸甲、膝盖装甲、脚踝装甲都有金属色的涂装，并且在铠甲的部分也是提供了一印标志。其他部分的铠甲是采用了金属成银色，由于零件比较小，水纹的话也不是特别多，并且这个深一点的颜色更符合整体的风格，效果其实还可以。简单的看一下可动，头部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，活动相对来说还可以，不过胸部的装甲会比较大，有一定的限制。同时拆除头部可以清楚的看到窥视孔以及下方的呼吸孔，这个应该是呼吸孔吧。此外套件内部还有一个可以用来替换的骑士头，效果也不错。整款模型弯腰有2个位点，一个是在腰部中段，还有一个是和胯部连接的部分，整体的可动紧实度不错，不过腰部活动幅度相对来说会小一点点，并且在活动的过程中后方会有一点穿帮。由于本款模型用料包括泡沫件，关节活动起来会有一些嘎吱嘎吱的声音。肩甲内侧采用了软胶零件，在手臂活动的时候能做出一定的避让，并且手臂平台关节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80度。胸部和手臂连接部分也是有一段引出关节。手肘为单段关节设计，活动幅度有一定的限制。上臂这里也有设计平转关节。单人手是提供了4对，并且都是软胶材质，基础的握持手型、点赞手、开掌手、指挥手。手腕部分会多出一段作为活动防穿帮的设计，不过这样的话呢，手腕的可动幅度会小一些。胯部设计就会比较小了，但是这个部分也有设计一点引出关节。大腿根部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，这个部分还有设计平转关节。膝盖部分分为3段式结构，直立状态下会显得这个小腿肚子有一点大，肌肉练的会比较饱满。正常活动能接近180度。脚腕部分的可动也还可以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加上腿部比例的设计还不错，正常跪地动作还是比较规整的。对于可动还可以，加上关节紧实度也比较够用。即便是在握持这把长矛的状态下，手臂关节也没有不举的情况，但是次数战力就不要想了，对比之下武器实在是太大了。而且这里提一嘴，刚买回来的时候呢，建议把这个小人用热水给它泡一下，这个关节初始状态会有点紧。武器的配置就是这把钻头长矛，尤其是钻头的漆面效果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的。但是细看的话呢，会有一些卡嘴的缝隙。中间这个部分应该是机枪的配置，也是单独给了涂装。内部的涡轮结构也是采用了金属色涂装，并且这个部分也可以手动旋转。钻头尾部还可以安装一个零件，让整体的长度更长。尾端的握把也是可以进行活动。另外的配件就是这个安装在主体上，类似于骑兵头冠的设计，不过这个尺寸会更大一些。拓展一下的话，也可以成为手持利刃，握持在手上，毕竟是软胶造型手嘛，适配度会更高。另外的配件就是这个摩托车，摩托车上还有2个尾端推进器组件，给它装上去就可以了，并且尾端也是有一定的可动。摩托车整体的外观设计还不错，包括这种机械风格的刻画，中间这个圆形应该是油箱盖，还有这个应该是仪表盘。前端的轮子也是可以进行活动，后面反而是履带的设计，整体的细节刻画还可以，不过这个部分为不可动的设计。把抽屉放在摩托上，然后翻出握把就可以进行驾驶，但是我这里好像有点中奖，有点瑕疵。这个时候还可以通过连接件将长枪挂在侧面，呈现冲锋状态。刚才忘了一点，摩托车后面这个部分也是需要给它翻折出来的。除此之外，摩托形态还可以变换成人马形态，这里我们来简单的给它变化一下。整个变形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最后的造型我个人也是蛮喜欢。按照说明书的指示，长枪还可以安插连接件用来辅助固定，但是那样的话对可动的限制会比较大，加上关节本身的稳定性就比较不错，所以不用这个连接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
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款 TA 幻骨战记密银雄鹰军团半人马幻骨骑士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。我对这个系列的产品了解程度会比较少，所以这里就单论产品素质做一个简单的评价。整体的可玩性以及造型设计都很不错，这一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不过如果能把金属成银色的部分也给它上一下漆面，效果可能会更哇塞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。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